股市简报，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华尔街在削减中国 GDP 方面存在分歧，此前4月数据失误。南华早报，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和瑞银 UBS 的经济学家坚持他们的预测，即尽管4月份经济数据疲软，但今年中国的 GDP 将增长 5.8%。本月该国零售销售、工业产出和固定投资增长低于预期。与此同时，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和巴克莱 Barclays 由于经济势头减弱而下调了预测。摩根大通 JP Morgan 将其全年预期 GDP 增长从 6.4% 降至 5.9%， 而巴克莱设定的目标为 5.3%， 低于 5.6%。他还将第二季度 GDP 预期从前3个月下调至 1%， 按年化率计算。中国银行也拒绝实施经济政策措施。中国开发商在房屋销售改善的情况下保持投资干涸。南华早报，2019年前4个月，中国房屋销售增长了 11.8%， 第一季度增长了 7.1%， 导致 IN 的 Iris Pan 谈到购房市场的底层捕捞活动。在房地产市场方面，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表示，需求释放迅速，长三角地区、大湾区和京津冀地区尤为活跃。穆迪将其对中国房地产的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这要归功于开发商更好的销售和资金。华尔街最大的银行在中国面临严酷的现实检查。彭博社，据报道，包括高盛 Goldman Sachs 和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在内的跨国银行正在缩减在中国的目标和扩张计划，原因是地缘政治气候恶化以及习近平总统政府日益专制的指导。特别是这些银行正在努力与中国国有企业竞争，这些企业在市场上根深蒂固，这使得全球银行难以竞争。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对其金融服务进行了最彻底的改革，包括外国公司完全拥有保险公司、银行、经纪人和资产管理公司。然而，中国持续的地缘政治细微差别导致华尔街公司对中国市场变得更加谨慎。在公开场合，每个人都在说同样的话，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他们没有撤军的计划，特别是因为已经花掉了这么多钱。私下里，华尔街高管告诉彭博社，随着紧张局势升级，维持双方的信心具有挑战性。随着美国大选周期的临近，预计这种情况将加剧。许多华尔街巨头正在考虑更大幅度的裁员，因为人们意识到，由于商业环境疲软、超额利润机会减少，以及中国对金融市场的态度，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计划建立在岸经济业务的同时，摩根士丹利正专注于其衍生品和期货业务。瑞银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维持在台湾的投资流动。彭博社，瑞银 UBS 的台湾财富部门预计今年将实现2位数的增长，尽管人们担心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财富管理主管 Henry Su 表示，虽然一些客户正在将资产转移到香港或瑞士等金融中心，但其他客户正在重新配置投资组合，并将资金带回台湾。该部门还致力于实现2位数的收入增长，并计划为历史上的本地客户提供替代投资，并更多地专注于岛屿经济的在岸银行业务。去年，台湾企业减少了在中国的新投资，银行将在中国的投资敞口降至至少10年来的最低水平。埃隆·马斯克警告经济艰难，称特斯拉不能幸免。半岛电视台，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警告称，由于全球经济挑战，未来12个月将出现困难时期，并表示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将很快首次为其汽车做广告。马斯克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特斯拉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他预计宏观经济状况将具有挑战性。特斯拉还受到销量下降、新车型延迟以及马斯克社交媒体存在造成的干扰的打击。马斯克已经冻结了新员工，并表示将对向特斯拉提供电池材料的钴矿进行第三方审计。亚洲关注日本 GDP 与中国失去动力。路透社，日本第一季度 GDP 数据将成为周三亚洲市场的亮点，预计年化增长率为 0.7%， 为3个季度以来最快，导致东京股市开盘上涨 0.2%。中国4月份经济数据弱于预期，导致中国金融资产暴跌。
4月份房价也将在周三公布。尽管离岸投资者有一项新的计划，将香港与大陆联系起来，以便获得利率衍生品，以说明对冲其中国债券风险，但对债务需求的担忧使人们对人民币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能力产生了额外的怀疑。关于 ATO 即将对加密货币的打击，需要了解什么？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正在关注即将到来的纳税季节加密货币资产的资本收益或损失。Coinly 税务主管 Danny Talwar 表示，他指出，那些经常在加密货币之间进行交易的人需要向 ATO 报告，因为这是一个应税事件。Talwar 表示 ，ATO 遍布加密货币，交易所需要向当局提供资讯。拥有加密货币的纳税人还需要确保他们正确披露他们获得的任何收益，并考虑使用会计师，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税收新手。人工智慧将改变投资管理，而且通常会变得更好。加拿大环球邮报，人工智慧 AI 将改变投资管理。Andrew Anantak 在环球邮报上写道，人工智慧的日益普及将导致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思考新的方法，以及更少的资产管理者和量化分析师在数据上花费的工时。相比之下，对于股票经纪人及其高价投资业务来说，这将是个坏消息。这些业务更有可能被机器人顾问所取代。Stellantis 警告说，如果不重新谈判英国脱欧协议，工厂将关闭。金融时报，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警告英国政府，除非他与欧盟重新谈判其英国退欧协定，以允许在其车辆和电池系统中使用更多非英国零件，否则他可能不得不关闭其埃尔斯米尔港工厂。该公司拥有沃克斯豪尔 Vauxhall 面临额外的成本，因为其电动货车从明年出口到欧盟时将收取 10% 的关税，因为它们将不包含足够的本地采购元件。渥太华，我们有一个问题：加拿大经济是否正在走向灾难？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正在犯与阿根廷和南非相同的错误。西安大略大学艾维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兼本格雷厄姆价值投资主席乔治·阿萨纳萨克斯 （George S. Nassakos） 说。他补充说，政府通过偏袒对公司征税和增加对公司活动的监管障碍来阻止创业和财富创造。他说，加拿大的生产力问题在过去10年中变得更糟，并认为政府应该将重点转向机器人、网络安全和增材制造等行业。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